爸，云州，订婚宴还没开始呢，你们怎么都过来了？姐姐，我们再不过来，公司的机密标书就要被你全盘泄露出去了。泄露机密？你在胡说什么？逆女，你还敢狡辩？证据已经在我们手里了。不可能，这份标书我只给……是你，云州，是你拿我的电脑拷贝的！默默，你个贱人，污蔑云昭哥就算了，现在竟然还敢打我！只凭一个聊天记录，你们就认定是我，脑子呢？逆女还不悔改！今后你在沈氏集团彻底除名，我要与你断绝父女关系，还要将你在全行业封杀！你说什么？你要和我断绝关系？叫保安，把他给我丢出去！放开我！我是沈氏的总监，你们这是赤裸裸的诬陷！姐姐，只有你彻底滚蛋，我和云州哥哥才能名正言顺在一起，沈氏也终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狗男女，你们设局诬陷我，你们不得好死！放开我！你们这对狗男女！妈，对不起，我不仅轻信了那个女人的女儿，被她夺走了未婚夫，连你一手创立的公司也没能守住。是女儿没看穿他们虚伪的面具。但你放心，女儿一定不会放弃。夺夫之仇，夺产之恨，我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这是什么？人？镜子里怎么会有人？阿爹，你一生清正，专严相道，却被贱人所害，落得个全族流放的下场。女儿拼死逃出，如今身无分文，已2日未进水米。与其日后被官兵捉住百般折辱，不如干干净净的上路，去地下寻您和阿娘。古代的打扮，难不成这个镜子能连通古代？姐妹，别做傻事，快下来！是谁在说话？你是人是妖？他果然能看到我，而且我们还能跨越空间对话。别怕，我不是妖，我是人，我叫沈清兰。你是哪个朝代的人？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名唐婉，原是长安人士，如今是大唐的逃亡之身，能在死前见到这镜中奇观，也算上天待我不薄了。唐婉，别再把死字挂在嘴边了。人的命只有一条，只要活着就有翻盘的希望。那些害你家破人亡的仇人正巴不得你死呢，你舍得就这么遂了他们的愿？可我孤身一人，身无分文，我该如何活？你逃亡的事我可能帮不上大忙，但你东躲西藏，肯定又饿又渴吧？你等着，我给你拿些吃的。我和他命运同样凄惨，既然遇上了，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吧。只是不知道这镜子能不能……太好了，果然能传送东西。这是何物？外头的质地如此古怪，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东西。这是我们这边的零食，叫巧克力，还有这些压缩饼干，特别顶饿，都给你。多谢恩人，别愣着了，快拆开尝尝。撕开外面那层纸就能吃。好好吃，竟有如此丝滑醇厚又甜又香的吃食，我在长安也从未尝过。这是巧克力，我们这边的小孩最喜欢吃了，吃了能让人分泌多巴胺，一吃就会开心。多吃点，把水也喝了，别噎着。这是我逃亡以来吃的最饱最好的一顿饭，多谢恩人。我被抄家后身无长物，这是仅剩的2枚提己钱了。恩人救命之恩，这2枚铜钱虽不值钱，求您收下。他日若有机会，
唐婉必百倍相报。开元通宝，这1000年前的铜钱，若是拿去古董市场，绝对能卖个大价钱。好，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这2枚铜钱在你那里也买不到太多东西，但是我如果卖掉，就可以赚很多钱，买更多的物资，对我们2人都有好处。好。极品，这包浆和品相，简直就像是刚铸造出来就被隔绝空气密封保存到今天的一样。这2枚，我可以出价3万。3万？姑娘放心，我韩某做生意凭良心，从不坑人，这个价在行内绝对公道。你如果答应，我现在立马转账。好，成交，我相信你。姑娘，能搞到这种硬货，你不简单。以后还有类似的物件，随时来找我。一定。妈，您放心，有了这笔启动资金，我会一步步让那对狗男女后悔，夺回属于您的公司。我不要吃这桂花糕，一点都不好吃，我要吃好吃的。小少爷，这桂花糕已经是城里最好的了，您就吃一口吧。我逃亡在此，若是任由这小公子闹下去，必被注意暴露。小公子，你尝尝我这个吃食，看好不好吃？这是什么古怪食物？黑乎乎的。小少爷，不可乱吃来历不明的东西！快来人，把这女人拿下！好好吃，又甜又滑，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这是何物？这叫巧克力，是一种零食。我还要吃，再给我拿下来。今日已经没了，若是想吃，改日再来吧。好吧，那明日我带着银钱来买。现如今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随时可能引来官兵盘查，我必须尽早离开。上仙，恩人，赶紧出现吧！上仙，上仙叫谁呢？我可受不起这个称谓。这竟还有男装和碎银。我想着你女子之身在逃亡路上太显眼，也多有不便，换上男装能掩人耳目，碎银子用来打点盘缠，药和匕首防身。恩人，这些东西太贵重了，那衣服的料子和成色，还有这银两，一定花费了你不少钱财，我实在受之有愧。嗨，别有心理负担，这都是用你那2枚铜钱换的，而且还剩下好几万呢。对了，还没问呢，你今年多大了？回恩人，婉儿今年正值花心年华，24岁啊，比我年长2岁。今后别叫什么恩人了，你就叫我青兰妹妹，我就叫你唐姐姐。咱们俩就是异世界版的最好闺蜜。闺蜜是何意？就是关系特别好，可以性命相托的姐妹。能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下遇到青兰妹妹，真好。对了，唐姐姐，你那边有瓷器字画吗？那种东西在我们这里更值钱。妹妹，瓷器字画我暂时没有，但这对琉璃耳坠是我阿娘生前留给我的最后念想，不知道在你那边能不能换些钱财。这是你阿娘留给你的遗物，你舍得拿来换钱？阿娘留给我这个是怕我走投无路时拿来换命的。原本我生还无望，想带着她一起离开人世，但现在有了妹妹你，我不想放弃了，我要好好活下去，我要回长安为阿爹阿娘洗刷冤屈。好，唐姐姐，这耳坠我先拿去换钱，等咱们以后混出头了，我一定亲自给你赎回。沈青兰，韩老板，再帮我看看这个。这对耳坠是正宗唐代的物件，琉璃珠里的纹路是典型的唐代皇家蚕丝工艺，而且这对耳坠上残留着一股极淡、极有穿透力的香气。我不专攻香道，但这味道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些资料。唐代有些传承香药世家出身的女子，身上的首饰常年被名贵香料熏染，时间久了，味道就进去了。能用这种品质的香来熏首饰的，绝非寻常人家。唐姐姐家里居然和香药世家有关系。这东西
对喜欢的人来说，价值连城。但不喜欢的人不会出高价，行市价在100万到120万之间，我给你120万。我只要100万，但我有一个条件，希望韩老板不要将这耳坠卖给别人，以后我会用120万把它赎回来。好，成交，转账。哟，这不是被沈家赶出去的丧家犬吗？怎么跑到这儿来要饭了？跑来古玩店卖首饰，青兰，你该不会是穷疯了，从沈家偷了什么东西出来倒卖吧？韩老板，你可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给骗了，她是我家刚赶出去的商业间谍，手脚不干净，她卖给你的东西，指不定就是从哪儿偷来的赃物，你收了可是要倒霉的。我韩某做生意只看东西不看人，两位如果是来买东西的，请随意；如果是来找我客人的麻烦的，门在内边，不送。沈青兰，你还不知道吧？下个月沈氏集团要隆重发布全新的香水品牌，主打高端古法香膏，而我将全权负责这次的发布会。没错，而且也是同个时间同个地点，我和默默订婚，双喜临门。到时候姐姐可一定要赏光来参加啊，毕竟那是你曾经最渴望的位置。别得意的太早，恶人自有天收，你们俩的好日子长不了，等着吧。天收？要真有天收，那恶人早就死绝了。我看你是嫉妒的发疯了吧？该死，沈青兰这个贱人怎么显得这么平淡？唐姐姐现在处境危险，这些更趁手、杀伤力更大的现代武器应该能帮她保命。唐姐姐，出来收快递了。唐姐姐，唐姐姐，你在不在？糟了，唐姐姐不会是被追兵发现了，出事了吧？这铜镜能传送物品，不知道能不能把活人也传过去。唐姐姐不能有事。怎么办？过不去。青兰妹妹，我回来了。吓死我了！看你屋里乱糟糟的，我还以为你被抓了。妹妹放心，我遇到了天大的好事。早上我这里有个在门外闹腾的小公子，我给了他一块巧克力，没料到他竟是城中刺史家的小少爷。他娘亲觉得我有办法兴复那孩子，竟直接派人请我去府上做老师了。这么说，你就有了官方的保护伞，再也不用四处躲藏了。而且刺史大人公正无私，说不定以后我能求他帮忙，为家族洗刷冤屈。另外，我在刺史府当差，接触到达官贵人，以后也能更方便的给你弄些宋词和名家字画。太好了，我也有惊喜要给你。唐姐姐，你看好这个，这东西叫绣剑，比你的匕首厉害100倍。你把这头绑在小臂上，对，用皮带扣紧。好恐怖的杀伤力！这算什么？以后我还能给你更厉害的东西。青兰妹妹，能遇到你，乃我三生之幸。俺也一样。不过唐姐姐，虽然有了保护，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东西留着防身，以后我再多给你弄点现代的好吃好玩的，你拿去哄那个小少爷开心，把地位稳固住。谢谢妹妹。对了，唐姐姐，你家以前是不是香药世家？妹妹怎么知道？那个收耳坠的古玩店老板，通过耳坠上的残香推断出来的。他猜得不错，我家先前的确是长安有名的香药世家，我父亲更是宫中的首席御香师。可正是因为他研制出的绝世御香秘方，引来同行嫉恨，才被贱人诬陷。对不起，提起你的伤心事了。妹妹突然问起这个，难不成
香药在你那个时代也有用处。若是需要，我们家的玉香秘方一字不落全记在我的脑子里。我母亲曾创立了一家公司，但却被我那不要脸的继妹和渣男未婚夫联手抢走了。我想夺回公司，报仇雪恨。如果我能研制出一款绝无仅有的顶级香水，就能对他们进行重创。我明白了，妹妹，准备纸笔，我现在就传你秘方。此香名为寒梅映雪，取腊月雪水浸没的白梅蕊3钱，为君香。辅以沉水香2钱，蘸香1钱，鸡舌香半钱，3味须碾为细粉，以蔷薇水调和，力道须匀，不可损其香骨。最关键一步是炼蜜，需用上等枣蜂蜜，文火慢熬，待其色如琥珀，能滴水成珠时，方可离火。将炼好的蜜趁热倒入香粉，以千导之法反复捶打1000次，直至其润泽光滑，柔韧如胶。香成了！唐姐姐，快闻，是他。阿爹当年制的寒梅映雪就是这个味道。我原以为这辈子再也闻不到了。这香一定能成，我现在就去找古玩店老板谈合作。唐姐姐，咱们很快就不用再东躲西藏了。沈小姐，这次又带了什么好物件？韩老板，这次我不卖古玩，我来卖香。这是……这是唐宫里的配方，市面上叫千春雪，行内有不下5个大品牌想复刻，成的一个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残缺的方子，没有魂。这香的魂是提纯工艺，光这一个工艺就价值千金。我闻着里面有白梅蕊、沉水香，还有几味辅料我分辨不出来，但有一味应该是某种极珍稀的蜜。这香闻起来让人心神安宁，要是放到市面上，那些打着助眠旗号的薰衣草香水和它比，就是烧火棍和降魔杵的差距。韩老板，我不跟你兜圈子，这香我能批量制作，你有没有兴趣合作？有。那你觉得这香该卖给谁？卖多少钱？我要知道就不来找你了。我手里有10几个顶级 VIP 客户，这群人的身家，买一颗定制钻戒和买一瓶饮料差不多。这香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卖给他们，价格不能低，低了反而跌份儿。10毫升，50万。多少？这个价格对那些唐安就是洒洒水。你听我的，这香绝对能在圈子里流通起来，
而且会供不应求。好，那按你说的来，你提供渠道，我提供香，收益55分。韩老板，这香是独家秘方，只此一家，就算没有你的渠道，我也一样能卖出去，分你5成，不低了。非也，不是低了，是太高了。我只要1成。1成？韩老板在开玩笑吧？我要的1成，不是这单香膏生意的利润，是你即将成立的制香公司1成股份。沈小姐，我看人从未出错，你绝非池中之物，你不会只制这一种香，你会成为一个品牌，一家公司。所以我不只拿这1成股份，我还额外愿意出资1000万，作为投资入股。沈氏也是香水起家，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却从未有一款香能超过10万。唐姐姐，你家这香好像比我想的还要值钱。韩老板，既然你这般信我，那我答应了。唐姐姐，你在吗？青兰妹妹，看你这般开心，可是现代那边的事情有了进展。没错，我拿到了韩毅的投资，香膏公司马上就能启动了。我迈出了复仇的第一步，迟早有一天，我要亲手把沈氏集团抢回来。太好了，上天有眼，妹妹终于熬出头了。唐姐姐，别只顾着替我高兴，你现在的处境我一直很担心。你在刺史府当老师，虽然能得个安稳，但终究是寄人篱下。我们都要翻案，都需要庞大的资金和势力支持，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才行。妹妹说的我何尝不知，只是大唐对女子经商多有阻碍，加之香药行规矩森严，我一个罪臣之女，身无分文，想要在这偌大的长安城里立足，谈何容易？别担心，我可是有备而来，快打开看看。此物宛如琉璃般清澈，摸起来却又温温滑腻，这是何物？这叫手工香皂基底，是现代用来洗脸沐浴的。大唐现在用的还是粗糙的澡豆吧？这东西清洁力强，起泡丰富，而且绝对温和。更重要的是，这在唐代可是独一份的降维打击。妹妹的意思是让我用此物制香？如果我在这基底中加入我唐家祖传的秘制香药和花枝，不仅能深层洁净，还能养护肌肤，令体香持久不散。聪明，这就叫特制大唐药皂，配方和工艺都在图纸上。你结合你的手艺，绝对能垄断长安贵妇圈的钱袋子。好，青兰，咱们姐妹俩就在这2个时代大干一场。青兰妹妹做出来了，太漂亮了！唐姐姐，咱们赶紧打盆温水，先亲自试用一下效果。这泡沫竟如云朵般轻柔，洗后肌肤仿佛引饱了晨露，连宫里最顶级的进贡货都不及它1半功效。这效果绝了，比现代那些几千块的高奢洗面奶还要牛，绝对能火爆全场。沈小姐，香膏公司已经全部注册完毕了，股份明细也走完了法务程序，你9我1。还有个好消息，第一批预售客户的500万定金刚刚已经打入公司账户了。500万足够启动第1条生产线了。哼，沈墨、顾云舟，属于我母亲的一切，我要连本带利全。废物，全是一群废物！公关部是干什么吃的？默默，你这是在发什么疯？外面全能听见你的声音，注意一下总裁的形象。形象？沈氏马上就要变成业内的笑话了。下个月品牌发布会的预售产品，到现在为止竟然连1套都没卖出去。怎么可能？
我们沈氏的招牌在香料界可是数一数二的，往年的预售不是1小时就抢空了吗？不仅没人抢，连以前那些常年合作的老客户都纷纷打来电话取消订单。我让人去送发布会的 VIP 邀请函，他们竟然全都推辞说没空，连见都不见我们。事情太蹊跷了，就算产品缺乏新意，他们也不可能统一口径，避而不见。这绝对不是巧合。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故意截胡我们的客户。顾总、沈总，查到了，老客户们之所以取消订单，是因为他们私下里全都在疯抢这个新出的新。就凭这么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三无产品，把我们沈氏的客户全抢光了。各位都是业内的老资历，你们说说，就这么一个连包装都简陋的破烂玩意儿，能比得上我们沈氏即将发布的新香？顾总说的对，这绝对是哪个地下小作坊弄出来的劣质香水，估计是用了什么下三滥的营销手段忽悠了客户。没错，这种东西根本上不了台面，咱们根本不用放在眼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迷魂汤，把那群老狐狸迷得连我们沈氏的面子都不给了。默默，你怎么了？这香是不是有毒？这简直是奇香，这层次感，这底蕴，我这几天严重的偏头痛，闻了一下，居然神奇般的不疼了。完了，如果这香大批量上市，咱们沈氏的新品会被秒杀的渣都不剩。查！马上派所有人去给我查！掘地三尺，不择手段，必须把这香背后的老板给我揪出来！我要他死！沈青兰，青兰妹妹，快出来！唐姐姐，出什么事了？这么急着找我？妹妹，你快看！我的天，这些是我们的药皂在长安贵妇圈里彻底爆了，供不应求。那些夫人为了抢到一块药皂，不仅送来大把的真金白银，更是拿出了这些珍稀异宝来换。我知道你在现代四面楚歌，对付那些恶人需要庞大的财力，所以我用赚来的钱去西施和胡商手里搜罗了这些古玩真迹，这些全都是给你的。唐姐姐，谢谢你。这上面的印章全都是大唐真迹，这随便拿出去一件，都足以在顶级拍卖会上掀起腥风骇浪。有了这些极品古董，我甚至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私人古玩博物馆了。沈墨、顾云舟，你们拿什么跟我斗？弹药充足，我这就去把它们变成真金白银。沈老板不在公司盯着香膏生产线，怎么有空光临我这小小的古玩店了？韩老板，我今天来可是给你带了一笔大买卖，找个清静的地方。我的老天爷，这包浆，这釉色，还有这纸张的纹理，竟然全是大开门的极品真迹！沈小姐，你这是去刨了哪位皇亲国戚的祖坟吗？这种品相和保存完整度的唐代物件，简直是神迹！随便拿出一件，都是能上国家级拍卖会压轴的重器。来路你不用管，绝对干净合法。我就问韩老板，这些东西你吃得下吗？沈小姐，实不相瞒，
我名下的现金流全砸进咱们的香膏公司了。就这3件宝贝，别说我现在，就是我一股斋巅峰时期，也得变卖家产才能勉强吃下。不过，你放心，虽然我吃不下，但我认识一位实力雄厚的顶级买家，只要东西好，钱对他来说就是一串数字。靠谱吗？绝对靠谱。这位唐安身份神秘，但信誉极佳，我这就去联系他。这是铜镜的隐藏功能。时间加速，竟然是时间加速！逆天改命，这绝对是逆天改命的神级功能。普通的药材可以直接时间加速变成1000年药材，又是一条暴富之路。等等，既然铜镜能够升级解锁时间加速，那他之前提示的暂时无法传送生命体，也就是说，只要能量足够，总有一天我可以传送生命。我能去盛唐见识真正的长安城，甚至能把唐姐姐接到现代来。沈小姐，买家唐安到了，他看过了我发的照片局部，很感兴趣，要求立刻当面交易。好，我马上带东西过去。这位就是那些古董的拥有者，同时也是那款让您赞不绝口的新香膏的老板沈清兰，沈小姐。幸会，真没想到，做出那等奇香的高人，竟是如此年轻漂亮的女士。过奖了，我就是个俗人，做点小本买卖而已。沈小姐太谦虚了，我深受失眠与暗疾困扰多年，遍寻名医无果，多亏了沈小姐的馨香，才让我这几日终于睡了个完整的安稳觉。品相完美，不可思议的神迹。沈小姐，这批货我出8个亿，全盘接收。有了这8个亿，收购沈氏的资金链彻底打通，成交。沈小姐手段通天，门路极广，不知能否弄到一种东西？什么东西？1000年级别的稀世老参，只要是真正能续命治绝症的神药，不管多少钱，我都出得起。这种神仙东西难寻，但我会替您留意。如果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联系你。多谢沈小姐。哟，这不是一股斋的韩大老板吗？一个搞破烂古玩的，竟然跨界做起香来了。怎么，古董行情不好，想来我们沈氏的饭碗里抢食吃了？韩毅，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最近那个抢走我们所有预售客户的神秘新香，是你放出来的吧？顾总消息挺灵通啊，为了混口饭吃，瞎鼓捣而已。放屁！你懂什么制香？你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马上把那个制香师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交出来，否则我保证你一股斋的上下游渠道都得给我断掉，明天就会被全面封杀，让你在这行彻底混不下去。不用找了。那款抢光你们客户的香，是我做的。你做的，沈清兰，你是不是被赶出家门后受了刺激，脑子坏掉了？沈清兰，别在这装神弄鬼！你在沈氏待了这么多年，除了会看点报表，连香料的种类都认不全。那款顶级的香膏，
连你那个死去的生母都调配不出来，就凭你这个废物！韩义是疯了才会找你当替罪羊。我警告你，马上让那个真正的制香师滚出来见我们。沈氏的耐心是有限的，信不信随你们的便。我不但开了制香公司，而且我要和你们同一天开发宝会。我要当着全行业媒体的面，把属于我母亲的公司，把你们抢走的客户，连本带利全部夺回来。同一天开发布会，我倒要看看你这只被拔了毛的野鸡怎么飞上枝头。哼，不知死活的东西！既然你非要替那个人出头找死，那我们就成全你。韩老板，好好考虑，否则等我们自己查出制香师是谁，你就没那个机会了。走，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啊！他们站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会越痛。青兰妹妹，今日看你神色有些焦急，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唐姐姐，你那边能不能弄到极品的野山参？年份越久越好，最好是能吊命的那种神级老参，我有急用。这关系到我能不能拉拢一个强大的靠山。妹妹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这几日卖药皂，攒下了不少金银，这就去长安城最大的药市和深山老农那里重金悬赏。青兰妹妹，真正的百年神参全都被皇室和顶级权贵垄断了，这些是我能高价买到的最好的参了，但也只有区区几十年份。对不起妹妹，我没能帮到你。几十年的新鲜山参，太好了！姐姐，你不仅帮了大忙，而且是立了天大的功劳啊！可这些远远达不到神药的级别啊！姐姐，看好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这是仙家法术，几十年份的山参，竟然在一瞬间化作了千百年都难寻的绝世神药。唐姐姐，难道你没办法使用这个加速功能？你那边没有金色的古砖字提示吗？我从未见过什么金色文字，更别提这种逆天的功能了。青兰妹妹，看来你才是这神物真正的主人。我一介罪臣之女，能遇到你，能得你相助，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姐姐别说这种话，没有你帮我搜集古董和药材，我这功能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是互相成就。您要的东西我弄到了。千年绝品，这真的是千年绝品野山参。沈小姐，从今天起，除了天价药款一分不少之外，我个人欠你一个比天还大的人情。只要你开口，赴汤蹈火。赴汤蹈火倒不必，3天后我公司举办新品发布会，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您赏光出席，挣个场子。沈小姐放心，我一定准时到场，并且带上一份重磅大礼。见鬼了！这个韩义嘴硬的像块石头，我派人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威逼利诱全都用上了，就是查不到那个神秘的制香师到底是谁。顾总、沈总，不仅查不到制香师，更可气的是，韩义的那个新品牌发布会，竟然好死不死定在和我们同一天，而且就在我们对面的那个酒店大厅。同一天，同一个酒店，韩义这是摆明了要跟我们打擂台。可是他哪里来的底气？
你们说，这背后的制香师傅，该不会真的就是那天晚上承认的沈清兰吧？他也说要和我们同天打擂台。云舟，你是不是糊涂了？就凭沈清兰那个废物，如果他真有这等逆天的制香本事，以前在沈氏早就拿出来邀功了，怎么可能藏着掖着，直到被赶出家门？他那天晚上不过是狐假虎威，跳出来当韩义的挡箭牌罢了。沈总说的对啊，那款新香的品质，就算是最顶级的宗师也难调配出来。沈清兰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不管这背后的高人是谁，韩义这场发布会绝对是高人在背后授意。既然他想踩着我们沈氏上位，那我们就必须做2手准备。哪2手？第一手，砸钱，给我疯狂的宣发，请海量的水军把全网的热搜榜全都给我买下来。我要在声势上彻底压倒他们，让所有人都只关注我们沈氏的发布会，让他们那边连个鬼影都没有。第2手呢？第2手，对那个高人先礼后兵。在发布会当天，如果能探清对方身份，并且拉拢过来合作，那是最好。如果对方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怪不得我们沈氏不仁不义了，直接在发布会上毁了他们。你不用瞒我了，我已经动用庞大的官府人脉查清了，你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民女，而是当年被流放的鼎盛的大唐第一香药世家唐家的后人。夫人恕罪，民女隐瞒身份，实属无奈之举。傻孩子，怕什么？你这神奇的药造让我在长安贵妇圈里出尽了风头，更是给我带来了庞大的利润。我不仅不会怪罪你，还要做你的靠山。从今天起，我出资，我们一起开一家全长安最大的药造坊。而且我答应你，只要时机成熟，我必帮你家族翻案，证明你们的清白。这么说来，有刺史夫人帮忙，姐姐你翻案的机会将大大增加。唐姐姐，我们在各自的时代都要做到最强。妹妹放心，我一定会做到最强，然后搜罗天下的瓷器名花给你。沈老板，情况不太妙啊！沈氏那边简直疯了，不仅请了上百家主流媒体，还砸了天价买了全网的流量热搜。现在所有的热度全在他们那边，咱们这边的宣发完全被压得死死的。明天的发布会，我怕咱们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虚假的流量就像泡沫，戳破了就什么都没了。真正能留住客户的，是无可替代的产品。看，唐安刚才发来消息确认。明天他不仅会准时出席，还会带上重量级的神秘嘉宾来给我们撑场子。有他在，你还怕我们没有底气吗？就这点能耐，也敢跟我们沈氏打擂呀？明天只要发布会一开始，韩义他们就会彻底沦为业界的笑柄。明天一早，我们去敲打那个背后的制香高人。这种局面下，他只要不傻，就一定会乖乖臣服于我们，把配方交出来。今天就是发布会了。
是被我们沈家赶出家门的丧家之犬吗？你来干什么？知不知道今天是谁的主场？这里也是你这种下等人配来的地方。我来参加发布会。参加发布会？你是不是穷疯了，想来蹭吃蹭喝？我来参加唐香的发布会。唐香，你来参加韩毅他们的发布会？沈清兰，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你居然还提前做了功课，知道这个最新的强力竞品。别装了，你该不会是知道那个神秘制香师的水平比我们强，所以特意跑来人家那里应聘面试，试图混进去窃取人家的机密吧？就是，这种高级场合，你这种粗鄙不堪、手脚不干净的女人也配来应聘？你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不过，你要是真有本事窃取到了人家的古方机密，记得乖乖给沈家送一份过来。毕竟沈家生你养你，做人绝对不能忘本。窃取机密，你们那令人作呕的想象力真是可笑。那你就最好给我消停安生一些，否则影响了我们沈氏和那位制香大师的关系，我不会放过你。我和你们本来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沈老板，情况不妙啊！沈氏那边花了大价钱请的水军和媒体已经全部就位了，现在外面的长枪短炮全在他们那个厅，他们那边的流量巨大，把所有的关注度都吸走了。流量巨大是好事。韩毅，马上通知全场工作人员，我们的发布会立刻往后推迟10分钟。推迟10分钟？那咱们之前预热的节奏不就全断了吗？这就叫借力打力。他们砸铸金，把流量炒到了顶峰。10分钟后，他们的核心演讲刚好结束，正是热度和媒体注意力无处宣泄的时候。等他们那边讲完，热度稍微降下来，我们再开场，就等于直接把他们花天价买来的滔天流量一滴不剩的全吸到我们这边来。妙啊！这招简直是绝杀，让他们自己出钱为我们做嫁衣，我马上照办。喂，顾总，恭喜啊！顾总，恭喜啊！走，带上高管和媒体，咱们去对面会会那个神秘的制香师。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收场，顺便把我们的诚意带到。看来这位神秘高人很会审时度势啊！他这绝对是打听到我们沈氏今天开完发布会要过来，所以被我们的排场吓到了，特意推迟了时间，这是在诚惶诚恐的等我们，向我们释放善意呢。沈清兰，你这个贱人怎么还在这儿？你刚才笑什么？你在嘲笑我们吗？真是阴魂不散，你混进来也就罢了，还敢在这里大声喧哗。你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我告诉你，人家真正的品牌老板马上就要在万众瞩目下上台演讲了，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丧家犬，有什么可嚣张的？等会儿老板出来了，我第一个揭穿你小偷的身份，让保安把你扔出去。是吗？各位，欢迎来到
糖香新品发布会。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沈清兰，你这个疯女人不要命了！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哪儿？你竟然敢冒充人家真正的品牌老板！要是你得罪了高人，连累了我们沈氏，我绝对饶不了你！还不快给我滚下来！这女人疯了！上去几个人，把她给我强行拖下来，别让她在这里丢人现眼！这几个人严重的破坏了发布会的秩序，保安，把他们请出去。凭什么赶我们走？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沈清兰小姐，就是我们唯一的、绝对的老板。放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放开我！各位，今天除了常规香膏，我还将当场推出一款带有极强安神与修复功效的新型限量古香。因为珍贵，该香全球限量供应50套，预定价昂贵，每套100万。这个贱人，她竟然真的是糖香的老板！哎呀，姐姐，我就知道你从小就聪明。你看今天这发布会办得多成功啊！是啊，青兰，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不如咱们强强联手，你把配方和生产线并入沈家，大家一起赚大钱，怎么样？一家人。沈墨，当年你和你母亲设局诬陷我，把我犹如垃圾一样赶出家门的时候，怎么不说是一家人？你们霸占我母亲心血的时候，怎么不说是一家人？想白嫖我的配方，做梦！从今天起，我要你们在香料界彻底绝迹。贱人，敬酒不吃吃罚酒！都怪你，非要盲目自信去惹那个沈清兰。现在好了，公司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你有什么资格怪我？是谁当初笃定他只是个小偷的？现在推卸责任有什么用？一群废物，偌大的家业都要败在你们手里了！爸，行了，看来只能我亲自出马了。青兰，你在外面闹够了没有？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你爷爷、你母亲创立的沈氏破产吗？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听爸一句劝，把配方拿出来，我们一起渡过难关。青兰，你在外面闹也闹够了。沈氏是你爷爷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因为你的冲动，马上就要面临破产了。听爸一句劝，把那个香膏配方拿出来，我们强强联手，沈家以后还有你的一席之地。强强联手，沈家的一席之地。当年你为了那个小三上位，冷眼看着我母亲被犹如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你怎么不想想沈家有我的一席之地？你们霸占我母亲心血的时候，怎么不提亲情？现在快破产了，跑来跟我打亲情牌，你也配？你这个逆女，我可是你老子！你信不信我出去曝光你不忠不孝？保安，把这个聒噪的老东西给我轰出去！以后沈氏的人敢靠近大楼半步，直接报警！你们敢？放开我！敢放！沈老板，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利用发布会赚的资金，已经在暗中疯狂的收购沈氏抛售的散户股份了。不可能！怎么会有庞大的神秘资金在疯狂扫货？有人想趁机强行控股我们沈氏！完了，全完了。
唐姐姐，怎么了？药皂坊的生意出问题了？青兰妹妹，我们在长安城火爆的生意，引来了本土香药大头王掌柜的眼红。他不仅联合庞大的药材商断了我们的极品香料供应，甚至还暗中买通伙计，在我们的原料里掺了恶臭的蒿草。明天就是刺史夫人举办的赏花会，如果交不出极品药皂，我们的名声就彻底毁了。就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唐姐姐，别慌。既然他们玩阴的，那我们就直接对他们进行彻底的降维打击。降维打击？没错，我们不卖药皂了，我们卖昂贵，能够瞬间征服所有女人的绝世珍宝香水。这是纯净的琉璃瓶，还有先进的提纯精油，你用你的古法将它们融合，顺便我再教你一套狠毒的现代商业手段，叫做饥饿营销。哟，唐老板，听说你的药材断供了，怎么今天拿不出药皂，准备拿些破烂玩意儿来糊弄各位夫人吧？王掌柜，让你失望了。今天我不卖药皂，我卖的是天上的神仙才能用的罕见的珍宝。这是极品无瑕的琉璃，这么大块的极品琉璃用来装水，你疯了！这不是水，这是极品的香水。太不可思议了，这香味持久清雅，简直是神仙的物件。唐老板，不出重金，全部包了。抱歉，夫人，此乃罕见之物，难以制作，每月只限量供应10瓶，先到先得，价高者得。跌停了，又跌停了！我们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了，老股东们全都在疯狂逼宫撤资，顾云超你笃定的反击呢！闭嘴！你烦不烦人？还没完，沈氏还没有彻底完蛋。沈清兰那个贱人，嚣张的资本全靠那个神秘的核心香膏配方。只要我们能把那个关键的配方偷过来，我们就能完美的翻盘。这是定金，我要你干净利落的潜入沈清兰的核心办公室，把她机密的保险柜里的核心 U 盘偷出来。如果不幸被抓了，顾老板放心，请相信我的专业，顶级的安保我也能轻松的像逛后花园一样进去。你以为常规的安保就是我全部的底牌？顾云舟丧心病狂的下三滥手段，我早就防着了。你看，证据都在这儿。顾总，您放心，我一定把东西给你拿回来。各位叔伯长辈，别板着脸嘛！这次股价暴跌，纯粹是短暂的技术性回调。我们沈氏全新的爆款商品即将投入量产，3天内资金流绝对能强势回笼。技术性回调？你管研发部被竞品按在地上摩擦叫技术回调？是不是沈氏明天破产清算，你还要发个喜报，说我们成功实现了资产清零？这是恶意抹黑，是有人在背后恶意做空我们。只要我们稳住，给我把他的配方偷出来，一滴不剩。敢搞砸了，我让你在沈氏混不下去。假的，这全是卑鄙的 AI 合成视频，是沈清兰那个贱人的恶毒诬陷。 AI 合成 ，AI 现在还能生成你这股人渣味了？你无能做不出好香就算了，居然去偷就算了，居然还能蠢到被人家的高清监控抓个正着！你把沈氏100年的招牌踩在脚底摩擦，老子今天就算把股份全抛了，也要把你这个下作的畜生踢出去！岳父，董事长，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是为了公司，我是想拿回属于咱们的配方啊！
我把公司交给你，你给我玩007无间道，你去偷谁不好，你偏偏去偷那个逆女的。现在视频全网飞，整个沈氏都在看我沈家的笑话。是他故意做剧坑我，那视频是他剪辑的。爸，您别打了，云州怕沈清兰把公司吸干啊，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给我闭嘴！你这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他为了自保把你当枪使，你还在这替他数钱。从现在起，免去顾云舟在沈氏集团的一切职务，冻结他名下所有股份。保安，把这个废物给我扔出去！你要过河拆桥，那些烂账难道不是？闭上你的狗嘴，滚！汽车保帅，老头子，你以为切断一个顾云舟，沈氏就能活了？好戏才刚刚开始。顾总，不好意思了，现在这地界，您连条丧家犬都不如，赶紧滚吧，别脏了沈氏的地砖。老东西，你用完我就像倒夜壶一样踢开，我绝不放过你们！哼。云舟，这卡里有500万，是我最后的私房钱。你先去国外躲躲风头，等我爸气消了，我再想办法接你回来。躲？我替你爸背了所有的黑锅，扛了所有的骂名。现在你们沈家把我当弃子，你让我去国外像地沟老鼠一样躲着？那你想怎么样？我们斗不过沈清兰的，她现在是个疯子。斗不过，只要她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沈氏还是我们的。你回去告诉老东西，洗干净脖子等着，我会让沈清兰拿命来填我的位置。唐祖宗，唐仙姑，我把配方还你，我把铺子全给你，只要你留我一条狗命，我真的知错了。王老板，当初你不是放话，在这长安城，钱就是王法吗？怎么现在跑来跟我讲起认错的道理了？我那是猪油蒙了心，是我该死，求唐大掌柜高抬贵手。大唐的律法或许判不了你当初造假陷害我父亲的罪，但我唐婉的规矩呢？当年你勾结贪官，给我爹扣上卖假香的死罪，害他在狱中含冤而死时，你在哪里？我把钱都给你。晚了，我现在比你有钱的多，你的铺子和渠道我早就全部低价收购了。至于你，来人，把他给我扔出长安城。从今往后，谁敢收留他，就是与我唐氏商行作对。青兰妹妹，我做到了！那个恶毒的王老板彻底被扫地出门，现在整个长安的降妖市场是我唐家的天下了。漂亮，对付这种没有底线的人渣，就得一击毙命，让他永无翻身之日。我这边的疯狗顾云舟也被彻底踢出局了。如今我有了足够的银钱和人脉，是时候重启调查，为我唐家满门洗清冤屈了。沈老板，今天做空沈氏，我们又赚了3个亿，但我想提醒你，穷寇莫追。怎么，韩老板心软了？顾云舟现在就是条一无所有的疯狗，这种人一旦没了底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怕他狗急跳墙。疯狗，那就让他跳。我不怕他疯，就怕他装死躲在阴沟里。他只要敢咬人，我就能把他的牙一颗颗全拔下来。沈清兰，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就要你的命。500万，全给你，买他一条命。另外，必须把他随身带的核心 U 盘给我带回来。我要车祸，最惨烈的车祸，不管死伤多少人，我要他被碾成肉泥。见不到 U 盘和他的尸体，尾款1分钱没有。沈清兰，下地狱去开你的公司吧！韩老板，顾云舟名下的资产查清了吗？查清了，他把最后几百万的现金流全都提了出来，去向不明。沈老板，你今天千万别一个人走，我眼皮直跳。顾云舟那种输光底裤的疯狗，什么下三滥的事都干得出来。法治社会，他还能买凶杀人不成？再说，沈氏那堆破产的烂账，足够他在局子里蹲上半辈子。沈清兰，躲开！快躲开！
沈小姐，普通的女人遇到刚才那种险境，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了。你不仅没哭，呼吸居然在3分钟内就平稳了，让人刮目相看。如果哭能解决问题，我不介意大哭一场。可惜眼泪换不来钱，也换不来仇人的命。够清醒，也够狠。我越来越觉得沈小姐是个特别的人了。沈小姐这么优秀，有男朋友吗？不好意思，我这人很俗，我只谈钱，不谈爱。巧了，我刚好有些钱，很多很多的钱，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些钱和沈小姐谈谈爱。唐安，你这搭讪方式属实有点油腻了。我是认真的。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重要的数据没核对，今天多谢救命之恩，改天请你吃饭，告辞。去给我查出是谁敢在我的地盘动他，我要幕后主使的全部信息。这就是你们说的技术性回调。3天了，沈氏的市值蒸发了80个亿，顾云舟，你就是个只会画大饼的扫把星。各位长辈，我保证，这绝对是黎明前的黑暗。我已经找到了强有力的神秘注资，只要挺过今天，沈氏绝对能起死回生。是啊，叔伯们，云舟他甚至把自己的个人资产都抵押出去了，大家再给他一次机会吧。神秘注资，顾云舟，你口中的注资，是指你昨天在暗网悬赏买我命，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500万吗？沈青兰，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你是被赶出沈家的弃子，这里是股东大会，谁允许你进来的？保安，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赶出去！顾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沈青兰小姐目前在2级市场成功收购了沈氏，是51%的股份。她现在是沈氏集团绝对控股的董事长。唐姐姐，我把属于我母亲的公司彻底抢回来了。那个恶毒的顾云舟也去监狱里踩缝纫机了。今晚必须干一杯！青兰妹妹，姐姐为你感到骄傲。恶人终有恶报，真是痛快。唐姐姐，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是犯案遇到阻力了吗？我花重金打通了刑部狱卒的关节，拿到了当年陷害我父亲的核心账册。可谁知，当年那个姓李的贪官狡猾，竟然用一种特殊的药水，将账册上他自己的签字和真实的进货数量全部抹除了。没有这本账册的铁证，我根本无法告倒如今已是户部侍郎的李大人。我离洗清我爹的冤屈，就只差这最后一步了。用药水抹去字迹，这是利用了墨水的褪色反应。唐姐姐，别慌，在大唐这是死局，但在现代，这就是初中化学题。初中化学，那是何方神圣？等我1小时，我让你看看现代科技的降维打击。唐姐姐，拿到没有？那个喷瓶里装的是我刚配好的维生素 C 溶液和碘伏混合剂。青兰妹妹，这仙家法器真的能让消失的字迹重新出现吗？那个姓李的贪官大概率是用草木灰的碱性溶液洗去了酸性墨迹。你用这个喷筒对着空白的账本纸张均匀的喷洒，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出来了，字真的显现出来了。爹，您在天之灵看见了吗？铁证如山，李贼的罪证终于重见天日了。证据有了，接下来就是把天捅破。唐婉，这证据确实是铁证，但李侍郎如今圣眷正浓，位高权重，你若去京兆尹击鼓鸣冤，状纸还没递上去，就会被他派人暗中劫杀，死无葬身之地。夫人放心，我根本没打算走正常的流程，大唐的官场规矩我懂，所以
我要让他自己把事情闹到皇上面前。此话怎讲？你要如何越过层层官府去上达天听？唐姐姐，官场有官场的一手遮天，但舆论有舆论的无孔不入，这在现代叫公关战，叫热搜效应。我们就发动所有的底层百姓，用魔法打败魔法，把那个狗官架在舆论的火上烤。夫人，大唐什么传得最快？不是800里加急，而是市井的流言。我已经买通了长安城108坊所有的说书先生、戏班子和乞丐。列位看官，今日咱们不说封神，不讲西游，来讲一段京城李姓大官狸猫换太子，用臭泥巴换走极品秦香，害死唐家满门的惊世奇案。青兰妹妹这一手借力打力的现代公关战法，简直是个天才！唐婉那个贱人，居然敢用市井流言败坏本官的名声！派出天字号死士，今晚必须把那个贱人的首级给我带回来，把账本烧成灰！唐姐姐，李侍郎身居高位，一旦发现账本可能暴露，绝对会狗急跳墙派杀手灭口。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这件防弹背心你务必贴身穿着，刀枪不入。这根电击棒，只要按下开关，神仙来了也得趴下，千万用来保命。青兰妹妹，多谢你的筹谋。唐掌柜，怪就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李大人送你上路。李大人就派了你们2个，未免也太看不起我唐家了。找死！刀枪不入！你穿了金丝软甲！土包子，这叫防弹衣。时代变了，恶贼！青兰妹妹，你说的全中。昨夜果真有贼人来袭，全靠你那神奇的防弹衣和那能发出雷霆之力的棍子，我不仅毫发无伤，还活捉了李贼派来的人证。太棒了！有了账本铁证，再加上死士的人证，这就叫人证物证俱在。今天大唐之上，唐姐姐绝对能手撕那个贪官。蛰伏数载，今日我定要为我死去的父亲和唐家满门讨回一个公道。玉树唐姐姐，今日翻案成功，大仇得报。堂下何人状告当朝2品大员？民女唐婉状告当朝户部侍郎李延年，告他当年贪没皇家贡品香料，以次充好，并伪造证据，陷害我大唐第一香药世家满门，致使我父在狱中含冤惨死。一派胡言！你这毒妇借着市井油盐恶意攀刁本官！大人，此女纯属污蔑，若拿不出证据，还请立刻将这刁民杖毙！李大人要证据，好，民女就让你求锤得锤。大人请看，这就是当年被李延年用药水抹去字迹的真实账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他贪墨极品沉香的肮脏交易，还有他李延年亲手盖上的私印。呈上来！不可能！那账本上的字明明已经，这绝对是伪造的！大人，这贱人用了妖法伪造账册！大胆李延年！这印章的纹理与你的户部私印分毫不差，字迹也正是你的亲笔，你还有何话可说？大人，单凭一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陈年旧账，不能定我的死罪。有人要害我！死到临头还敢嘴贱！来人，把人证带上来。这名天字号死士，正是李大人昨晚派来刺杀我灭口的走狗，他的身上还贴身带着李府的绝密腰牌。大人饶命！都是李侍郎指使的，是他让我去杀唐大掌柜，抢夺账本的。不可能，不可能！
青兰妹妹，圣旨下来了，李延年那个狗官被判了秋后问斩，我唐家满门的冤屈终于洗清了。圣上不仅归还了所有的家产，还亲笔赐下了这块纯金牌匾。太好了，这叫善恶到头终有报。来，唐姐姐，敬这块纯金的牌匾，敬我们终于把那些人渣全都踩在了脚底下。这几年，若不是妹妹你送来的现代仙物和那些锦囊妙计，我恐怕早就饿死在破庙里了。这份大恩，姐姐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报答什么？要是没有你在这边帮我收集古董，买下那只千年人参，我在现代也早就被顾云州那群吸血鬼啃得连骨头都不剩。咱们这叫跨越时空的合伙人，互相成就。青兰妹妹，你说这神奇的铜镜既然能传送死物，有朝一日会不会也能传送大活人？姐姐真的好想当面抱抱你。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既然时间都能加速，空间跳跃也未尝不可。如果真有那天，我一定带你去坐现代的过山车，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刺激。沈老板，恭喜沈氏集团彻底称霸国内香料市场。这艘一帆风顺，配得上你这位绅士的商业女王。你送礼能不能稍微有点品味？这么大一坨纯金，你是想把我的大楼压塌吗？俗气吗？我觉得这很符合沈小姐只谈钱的直白性格。再说了，真金白银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这次又看上我公司的新品了，还是需要我帮你搞什么稀释药材？药材不需要了，我的病早就好了。沈青兰，现在所有的仇人都进去了，你的商业帝国也建立起来了，你是不是可以稍微停下脚步，考虑一下个人的感情问题了？唐安，我只谈钱，不谈爱，这话我早就说清楚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是有的。我不逼你现在就答应，但我会一直等，等到你愿意用钱跟我谈爱的那一天。唐大掌柜，你这叫玻璃的宝贝，简直比西域的琉璃还要晶莹剔透100倍。本夫人每次拿出来，那些官太太们的眼睛都看直了。是啊，这香水不仅留香持久，而且气味丰富，简直犹如百花仙子下凡。唐掌柜，你背后那位神秘的青兰仙女到底是什么来头？夫人谬赞了，青兰仙姑乃是9天之上的神人，她所在的那个世界，高楼可以直入云霄，夜晚有不用火就能亮如白昼的神灯，甚至还有4个轮子不用马拉就能飞速奔驰的铁盒子。我的天，不用火的灯，不用马拉的车，那岂不是真正的天宫仙境？唐掌柜，若是有生之年能见一面这位青兰仙姑，我哪怕散尽家财也愿意啊！诸位夫人莫急，仙姑曾有言，机缘未到。若机缘到了，或许仙姑真的会亲自降临我们长安城，也说不定呢。青兰妹妹，你在吗？这镜子怎么烫得吓人？唐姐姐别怕，我这边也一样。你那边的镜子除了发热，还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有，镜面上浮现出好多古怪的金色篆体文字，我不认识这些字，但它们就像活的一样在游动。等等，这是上次解锁时间加速功能时出现过的提示文。唐姐姐，这说明铜镜吸收了足够的能量，它又要逆变的升级了。空间法则蓄能完毕，终极权限解锁，当前可传送生命体。
青兰妹妹，这是说我们真的可以见面了？没错，活的，可以传送大活人了。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可乐、薯片、辣条、抗生素、退烧药、创可贴。哦，对了，拍立得可必须带上。我要给长安城来个现代降维打击套餐。妹妹，你冷静点儿，别把整个家都搬来了。冷静不了，我这辈子没这么激动过。唐姐姐，你想想，我马上就能真实的站在你面前，能摸到你的手，能跟你面对面喝酒，这比公司上市还爽10000倍。我准备好了。唐姐姐，我要过来了，你往后退一点，别被我砸到。好，我等着你，小心。唐姐姐，我终于摸到大堂的地板了。妹妹，真的是你。唐姐姐，我终于摸到不是梦，从第一块香皂开始，从第一瓶香水开始，走到今天了，我真的过来了。妹妹这身打扮真是古怪，这料子轻薄又有弹性，姐姐从未见过。你先别说衣服，你摸摸我的手，是真的有温度的。我终于不是隔着镜子看你了。是，姐姐的手也是真的，你捏疼我了。对不起，太激动了。你知道我刚才穿过来什么感觉吗？整个人被吸进一条金色隧道，耳边呼呼的风声比跳伞还刺激。什么隧道？姐姐只看见半空金光一闪，然后你就哐当一声落在地上，背包滚出去老远，可真是惊天动地。这就是大唐啊，真真实实的大唐。唐姐姐，明天带我逛长安城吧，东西市、胡麻饼、胡姬跳舞，还要去你的商行看那块纯金牌匾。好，明日一早就带你去。不过现在得先换衣裳，不然你这短袖短裤出门，金无畏真把你当妖怪抓起来。我真的在大唐了，唐姐姐，谢谢你，让我有了第二次人生。妹妹，来换衣裳吧。卖草编啦！卖草编啦！我的天，这比横店震撼10000倍！这味道，这吆喝声，这些人是真的在过他们的日子。走，带你去吃最正宗的胡麻饼。太好吃了，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味道。唐姐姐，你天天吃这些也太幸福了吧！慢点吃，都是你的。唐姐姐，要是长安城的人知道这些宝贝是1000年后传过来的，会怎样？那就让这个秘密永远留在我们两姐妹心里。这是我们在一起的大唐，等老了拿出来看，一定觉得这辈子值了，值了。遇见妹妹你，姐姐这辈子值了。唐姐姐，该轮到你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世界。妹妹，你那边的世界
姐姐怕去了给你丢人。你说那些不用马拉的铁盒子跑得飞快，姐姐光听听就腿软。你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谁敢说你丢人，我第一个不答应。走，带你去坐过山车，吃火锅，唱 KTV。这是天宫吗？这透明的东西是什么？比琉璃还透亮万倍，还能看到外面那些仙宫。这叫玻璃窗，家家户户都有。你看这个，这方匣子里怎么有人？他们被关进去了，被妖怪施了法术吗？这叫电视，录好的影像就像把画像变活了。是，录好的影像就像把画像变活了。走，换身行头，今晚带你去吃火锅唱 K，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现代夜生活。试试这个，肯定好看。青兰妹妹，这几天像做了一场最绚烂的梦。从你把第一批古董传给我的那天起，我们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如果没有你，姐姐可能早就死在长安的破庙里了。那就敬那面破镜子，敬它把两个破破烂烂的人生拼成了一幅完整的画。明天你就要回大唐了，童静还在，随时能见面，比坐飞机还快。说得对，双时空 VIP 通行证，不限次数。妹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这面镜子，我们现在会在哪里？我大概还在跟顾云舟打官司，连律师费都付不起。你呢？姐姐可能已经饿死在破庙里了，或者被李爷牙卖到青楼。所以这面镜子不是让我们发达的，是来救我们命的。所以姐姐这辈子欠你的还不清了。谁要你还？你回去把唐氏商行做大做强，那些古董传到我手上，我又能发一笔横财。你这算盘打的，隔着千年姐姐都听见了。离别礼物，回大唐再打开。妹妹，你是姐姐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你也是。最好的姐妹，跨越时空。今年的订货量，唐氏要翻3倍。唐掌柜开口，必当竭尽全力。唐姐姐，我现在算不算大唐一日游深度用户？妹妹若喜欢，姐姐日日陪你逛。那不行，我现在还有一堆公司报表等着我，老板穿越也逃不过加班，太残忍了。奉官府令，北境军需紧急，长安各坊商户即刻增进粮草，不得私藏，不得哄抬，违者重罚。又征粮，上月不是才征过吗？这次听说是急令，怕不是边关出事了吧？这架势不像普通征粮，是急征。若只是常规军需，不会惊动整条街。唐氏商行可有粮仓？有多少米面？多少豆谷？即刻报数。军爷，唐氏主做香药，粮仓只是供铺中伙计日用，并无大宗粮草。凡商户皆要登记，3日内听候调拨。军爷放心，唐氏商行必按官府文书登记。只是敢问一句，此番急令从何而来？唐掌柜，别问太多。北境急报入京，粮道怕是出了大事。粮道一断，前线不是没饭吃这么简单。兵无粮则乱，民无粮则荒。边关若守不住，长安再繁华，也只是暂时。你看那几家粮铺，关门关得太快了，不是怕没粮，是怕别人知道他们有粮。国难当前，最先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敌人的刀，是自己人的算盘。北境急报，粮草线被断，3日之内若无军粮，前营必溃。3日，不是边关要出事，是已经出事了。唐姐姐，妹妹，长安不能乱。唐掌柜，北境突厥犯边，粮草线被劫，朝廷急令长安3日内筹粮送往前线。唐氏愿尽力，
只是如今粮商们皆称仓中无粮，能拿出来的粮价翻了3倍。若强征，怕民心动荡；若照价买，国库难支。不是没粮，是他们在等最高价。这是我远房妹妹，精通商贸调度，她说话直，但看得准。唐掌柜，你该知道，此事不是一城一铺的买卖，粮草若断，边关伤亡会压到长安头上。夫人需要唐氏做什么？先捐粮，再协助官府说服商户。唐氏如今是长安商行之首，若你不站出来，其他人更不会动。我可以站出来，让若有人借机哄抬囤粮，勾结官吏，也请夫人给我查账拿人的权利。想动粮商？不是我想动他们，是他们先把手伸到了将士的饭碗里。唐掌柜，您做香药是一绝，可粮草军需它不跟胭脂水粉似的，您掺和不了。边关急等着要粮，我们作为百姓哪能不想帮？可今年这收成你也瞧见了，库里实在没粮了，我们也急啊，急得连仓库门都不敢开了。这位姑娘说笑了，我可没跟你开玩笑。你们不是舍不得捐，是想等着拿人命炒期货。唐掌柜，你这妹妹也太不懂规矩了。她不过是把话说明白了。诸位要是心里没鬼，何必急着跳脚？好，既然唐掌柜如此深明大义，不如唐氏先拿10万担粮出来做个表率。你若拿得出，我们定二话不说跟上。东家，唐氏没有这么多粮。3日之内，我会给官府一个交代。好，那就3日。若唐氏到时候拿不出粮，还请唐掌柜免开尊口，别再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要逼你下场，再等你出丑。我知道，但他们算漏了一件事，你没有10万担粮，可你有我。妹妹，若只是送钱，恐怕来不及。长安的粮在他们手里，官府也不敢一夜全抄。那就不跟他们拼传统粮仓。什么意思啊？现代救援物资讲究轻快，能活命。压缩饼干、罐头、盐、葡萄糖、基础药品，这些不占太多空间，却能让前线撑过最关键的几天。先救急，再稳粮价。对，他们想等粮价飞上天，我们就先让士兵有饭吃，等前线缓过气，再回头收拾他们。铜镜传人好利，你才刚来大唐。放心，我回现代不是去玩，是去开仓，开我的现代粮仓。唐安，别睡了，我要一批救援物资，今晚就要。唐掌柜，边关军粮要求3日内上缴，长安谁家都不好过。你昨日说能给官府一个交代，今日可有眉目？有无眉目，明日自见分晓。唐氏主做香药，不做粮仓，10万粮可不是10盒香粉。唐掌柜若只是嘴上厉害，传出去怕要叫人笑话。你们不过是想他筹不到粮，当众出丑，再好趁机把粮价再抬一轮。唐氏今日先调出铺中日用粮，优先给军户、伤兵和急缺的人家。至于谁在囤粮抬价，我也会一并记下。唐掌柜这是怀疑我们？不是怀疑，是提醒，别把手伸到将士的饭碗里。那就等着看。东家，他们走得太快，像是早有准备。准备的越快，越说明他们手里有粮，只是不肯拿。不只有粮，还有胆子把国事当生意做。那我就让他们看看，唐氏不是只会做香。压缩饼干、罐头、盐糖包、净水片、基础药品，全部分批装箱，重里面先停，先装能应急的。沈总，这批货走什么名义？数量太多，财务得留痕。海外救援备货，等会儿我来签字。今晚先装货，急用。你半夜把我叫来，就为了这批货？付款、调仓、闭嘴，3件事，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回去睡。我在你这儿，真是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现在不是你刷存在感的时候，外面有人在等这批能救命的东西。行，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唐姐姐，我先传轻的、高能量的、能救急的，大米等之后再传，不然铜镜扛不住。
真正能救急的东西来了。唐掌柜，前线急需的是粮食，你送来的这些小块饼干能顶事儿吗？你先尝尝。这东西压得极实，竟饱腹感极强，才吃了几口我就饱了。他不求好吃，只求扛饿。行军急援，断粮食救急正合适。比干粮轻多了。一囊水配几块，能撑好一阵子。这包甜的，化水里给伤兵喝，能补气力。这包净水片，水先煮开再溜进去，脏东西能清掉大半，能防住不少传染病。若真能稳攻，这批东西比临时抢粮更救命。粮能慢慢补，将士们的命耽误不得。唐掌柜，这些东西要真能管用，对我军就是大用了。满长安怕是找不出第二个，我替营里这些弟兄谢过您这份心了。唐掌柜，外头都说你往军营里送的竟是些银银闪闪的石筷子，那东西能吃吗？你就这样苛待将领？这东西不过是麦粉、糖油、盐压实了，不是什么铁块，就是干粮。昨日营中事时也无异常。诸位要不信，也可亲自尝试。甜的，这玩意儿轻飘飘的，倒是真扛饿。唐掌柜竟然把这么稀奇的糖油捐给军营，真是个大善人。多谢唐掌柜救了我儿！今日造谣之事，我会如实报官。边关将士在流血，长安城里还有人拿谣言当刀，这笔账不能不算。不行，中火太效能了。那就换法子，以后只传轻的高能量的。压缩敏感药片、净水片、绷带、手电、望远镜，这些够用。米面先停，别把铜镜耗空了。也就是说，往后不是什么都往里塞，而是按军需排。对，古代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传，铜镜留给最关键的缺口。每一包东西都得知道送去哪里，给谁用，用来救什么。目前救人要精准投放，不能单把现代的东西全搬过来，而是要把最对整的几样送到位。比如这个斥候爬上树看3里，这东西能看30里，能抢出多少将士们的逃命时间？若前线不缺粮，却仍有人死，那就是情报没到位，伤没及时治，水不够干净，粮能填肚子，却填不了这些窟窿。所以接下来不拼数量，拼科技密度。好，那咱们就一样一样的传，一样一样的算。唐掌柜，粮还能再顶几天，可这些伤兵再拖下去，怕是要出大事。先把人分开，能自己坐起来的归一处，必须躺着的归一处，已经发热的单独隔开，分清楚了才知道先救谁。我们也想治，可营里药少，伤口又多，实在顾不过来。那就按分好的来，最要命的先救，其他人先稳住。干净布、煮开的水、伤药，全部按这个顺序准备，一样都不能乱。分得好，先消毒，再止血，再换干净布，别一上来就乱喂东西，吃错了反而坏事。你那边能拿到什么？碾腹、纱布、止血带、基础抗生素，还有温盐水，数量不多，但够先救最要紧的。你这是在救谁？救一群没时间等的人。照我说的做，先洗手，再清创，最后包扎。谁要是嫌麻烦，出了人命我担着。唐掌柜，我是不是活不了了？你先别说话，活不活得了，得看我和你自己争不争气。这法子比我们以前直接裹布强太多了。不是法子多厉害，是你们以前缺了该有的东西。后营又有3名伤兵发热了，体温上升的太快了，伤口也开始红肿，再这样拖下去，怕要出人命。别慌，先把他们分开，发热的不能挤在一处，隔开。帐里地方本就不够，不够也得隔，不然一个人发热倒下会传染一整个帐。光灌退热汤药不够，发热最怕伤口继续脏，
你让军医先用温盐水冲伤口，把红的地方擦干净，先清创，再上药，顺序不能乱。盐水能杀病气？盐水清的是表面脏东西，病气少了个落脚的地方，人才能缓过来。所有发热伤兵移到东侧，布里隔开，接触过伤口的人先洗手，再换干净布条，谁来都一样。娘，你先别找娘，先把命留住，等你能站起来，我替你写信回去。唐掌柜，我照你的法子做。唐姐姐，药快不够了，得再想办法。基础药品先补，碘伏纱布、止血带、突烧药分开发，大米先停，先紧着救命的来。沈总，账面上怎么写？还是以海外救援的名义，我个人签字。时间不等人，手续后面补。你这几天公司也不怎么待，在家也不怎么睡，饭也没好好吃几顿，天天跑仓库里，你到底在忙什么？救命的事。谁的命？你只要知道，我不能停。那我能做什么？出钱出仓，别问太多。我真成工具人了。别抱怨，工具人干好了，我给你升职加薪。唐姐姐，这批药先顶2天，后面我再想别的办法。再这么下去，童姐真要撑不住了。你们别信唐氏那套花样，要真有那么神，边关何必还缺粮？可我听说他们救了不少伤兵，那是暂时，谁知道后面会不会出乱子？真担心边关就开仓放粮，躲在这儿煽风点火，边关能多出1粒米吗？唐掌柜这话说的，我们也是怕百姓被蒙在鼓里。你们怕的不是百姓被骗，而是怕大家有唐氏在粮食充足，你们囤的粮就卖不上价。把这几日送出军营的每一箱每一包都记清楚，谁收了谁领了谁用了，一条不能漏。东家这是要……往后每一批物资出库入库都按这个规矩来，他们越说我办不好，我越要办得清清楚楚，让每一样东西都有据可查。唐掌柜，账做这么细，细才不会乱。东家，粮商那边派人去查咱们库房了。唐掌柜，近来城中对你们唐氏的传言可不少。官府既然要查军需物资的去向，唐氏总该配合才是。可以查，只是既然要查，就查个明白些。唐掌柜这账倒是做得细。军中之事容不得含糊，别让他碰那几箱净水片和药包。先给他看最普通的，真正关键的别暴露。你们要查，我一箱一箱打开让你们看。只是那些救命的要紧物资，还请诸位别乱动。唐掌柜，前线催下一批急救物资，军医已经签了急单，烦请即刻送去。你若是来查账的，慢慢查，账册都在桌上。可要是想借着查账耽误前线救命，这事我第一个不答应。唐姐姐，这人的眼神不对，他不像是在查账，倒像是在踩点儿。东家，出事了！我按你的吩咐把最近各营的签收回支都核对了一遍，发现有3批物资对不上，账面写着送往东营，可东营军医那边咬死只收到2批。这3批的签收人是谁？都是同一个人，军需副官刘准。昨晚那个管事来查账，今天刘准的签生回正就对不上了。唐姐姐，这也太巧了。看来这管事是来踩点的，再借刘准的手伸进库房，2个人一明一暗打配合。谁经手谁受益，谁给他们开的后门，3条线查清楚了再收网，先别打草惊蛇，让他们再动一次。你说的对，让他们再动一次，才好人赃并获。放出消息，就说今晚有一车净水丸和伤药送往东营，账面照写，路线照旧，让刘准以为我们什么都没发现。东家，您这是要拿药做饵？车上装的都是干草，真正的药品今晚走另一条路，从西向巧生出城。鱼儿咬钩了。你不是说今晚有伤药？调拨单上写的清清楚楚，不会有错。难道是唐婉察觉了？从你们第一次伸手的时候，我就察觉了。你不是说今晚有伤药？调拨单上写的清清楚楚，不会有错。这是什么药物？这叫证据。
前线伤兵还在等药续命，你倒好，监守自盗，拿前线士兵的命换钱。唐掌柜，误会。有什么话对刺史夫人说。军需副官私吞军资，勾结粮商，延误商药，此事若传到朝中，本官担不起，你们更担不起。夫人饶命，下官只是一时糊涂，被粮商蛊惑，绝非本意。唐掌柜，听闻这批物资是你当众自证过才送进军营的？是，每一箱都让军医当众验过，每一笔签收都在账上。正因为查得太清，记得太细，有些人才急了，露出了马脚。唐掌柜，我家中还有老母孝子，若按军法处置，一家人都活不成了。求您看在同僚一场的份上，替下官说句话。你私吞药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前线那些伤兵也是你的同僚，他们也想活下去，家中还有老母孝子。刘准贪军资，你贪国难财，屯粮哄抬，勾结官吏，造谣煽动，买凶行刺，哪一条单独拎出来都够你掉层皮。如今数罪并发，本官判你流放3000里，家产充公，永不得回长安经商。草民知罪，求夫人开恩。拖下去。军需官已将军营10州册带到，请夫人过目。唐掌柜所记账目与军营10州完全吻合，若非他设局，末将至今还被蒙在鼓里。唐掌柜，你这回做的可不只是商行之事，更是替边关肃清了一股歪风。我不过是做了分内的事，前线拿命在扛，后方总得有人把路铺平。唐氏唐宛筹军需，救伤兵，清弊账，有功于边防。即日起散领域军需参议，协办长安粮草药材净水诸项调度。唐宛领旨。唐参议，从今日起，军需调配你可以直接入账签印，有人再拦，便是拦朝廷军令。我明白。唐掌柜，我儿在军营里吃的就是唐掌柜送的干粮，救了那么多伤兵，朝廷早该给唐掌柜加官了。唐姐姐，恭喜升职。什么升职？不过是多了一副要命的担子。他们肯把担子搁你肩上，这不说明了他们都相信你扛得住吗？既然需要我，我就要做到最好，不然我唐宛没脸见人了。唐参事，发热的人比昨日多了不少，而且是一批人同时烧起来的。立刻把公馆全撤了，所有发热的全部移到东侧帐篷，一个都不许跟其他人混住。全移出去，万一他们以为我们是要他们自生自灭。不移的话，会移帐传一营，一营再往外传，整个长安城都会乱起来。这种传染模式不一定是瘟疫，但你得按最坏的情况来防。先把人分成3区，发热的、接触过的、没接触的，各区之间不许传。吃饭喝水全部分开，口罩要戴，水要煮开，衣物集中买。最关键一条，照顾发热的人不许再去碰普通伤兵。这么一封，他们绝对会骂我冷血。你不封一营，可能就要死一城的百姓。那就封，骂名我担。我儿子在里面，凭什么不让我进去？让开！从今天起，发热的营帐全封，能送进去的只有3样：水、药、干净布，探视一律不准。封营？说的好听，你封了门断了路，不就是让他们在里面等死吗？我儿子为国卖命，你就这样对待他们，丧良心的！我若放你进去，你可能把病带回家。你家里若还有老人孩子，谁替他们挡？我不是不让你们见，是要他们活到能出来见你们。唐参议，这洗手换布戴口罩，一遍遍的折腾，真能有用？做一遍未必见效，不做一定乱。流程要固定下来，进发热营之前先戴口罩，出来先洗手，换下来的布单独煮，水必须烧开。谁偷懒就让他去发热帐门口站半个时辰。进发热营前戴面布，出来先净手，
换下的不单独煮，谁偷懒就去发热帐门口站半个时辰。每人一碗，不可共用。以前大家都这么好，以前死的不明不白的人也不少。少了，真的少了。在我们那儿，这些东西叫标准流程：洗手、分碗、煮水、隔离。医院里天天做，看着不起眼，但是真有用。若不是亲眼看着数字降下来，我也不敢信。分个水碗，挂几块布面子，竟真能把发热人数压下来。这就是讲科学卫生的好处。明日我让他们继续照做。东家，灯放下，退后。不可能！我这把刀连3层金丝甲都能刺穿，你到底穿了什么？用电击棒，照我之前教你的位置打他手腕、膝盖。妖女，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什么妖法？这叫现代科技。胡人！他们竟敢摸到城里来！短帖上写你的行踪，连你几时从军营回来都清清楚楚。北京早盯上你了。我在前线送粮送药，隔离伤兵，断了他们速战速决的路，他们自然坐不住了。唐姐姐，我不能只在镜子后面看着了。妹妹，你要做什么？我要去大唐。太危险了！今日你遇刺，我却只能躲在镜后看着，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不想再体验第二次。这一次，我亲自入局。妹妹，你方才已经传了那么多东西过去，铜镜未必撑得住，你再走一趟。撑不住也得撑。今晚有人能在你回家的路上埋伏，明天就有人敢在你送药的路上动手。我不能次次都等你受伤了再传绷带。沈清兰，你到底要去哪儿？去救我最重要的人。那我呢？你留在这边。仓库资金采购一样都不能断，你可是我的大后方保障。行，我继续当工具人，但你得活着回来。你真来了？废话，你被人堵在后院拿刀捅，我还能躺沙发上敷面膜。这是何物？天眼，不能上天打仗，但能让我们看见敌人藏在哪。这是北坡后谷，这是北坡后谷。这就是你们找了好几天没找到的敌军粮仓，位置不大，守兵也不多。今晚不正面打，目的是断他们粮。说情报无误，可派一支小队夜里绕后，一把火烧了。打仗拼的不只是谁的刀快，粮草断了，再凶的兵也得饿着肚子往回撤。那就让他们尝尝断粮是什么滋味。小队20人夜行绕后，若被发现立刻撤，不恋战。带上利饼、净水丸、止血包，轻装上阵即可。每个人配一只小手电，但不到万不得已别开，强光只用来扰乱，不要当火把用。万一手电落到敌人手里，那就只带3只，对头1只，对尾1只，撤退点1只，用完马上收回来，谁丢了我找谁。此战不求杀敌多，只求敌军没饭吃、没水喝、没发久违。唐参议，一个管军需的女子，竟比许多武将看得明白。我是生意人，商路断了，铺子会死；粮路断了，军队也一样，没什么大道理。什么光？有鬼！得手了！
敌军后谷粮仓起火，小队已撤回一半。另一半呢？按原路撤，没人恋战。这才叫低成本高收益。何谓低成本？就是花最少的力气办最大的事。那我们今日算是做成了一笔大买卖。北京捷报，敌军粮仓被毁，突厥退兵30里，前线还稳住了。真的退了！唐掌柜送的军需救了前线。你该高兴。我高兴，只是想到那些没能回来的人，笑不太出来。那就替他们把以后的路守好，让大家都能回来。唐婉，朕听闻此次军需能续，伤兵能救，疫病能压，全赖你一人调度。臣女不敢居功，前线将士浴血，御医日夜救人，臣女只不过是把良药送到了他们手中。还有人说你背后有高人相助。唐家经营香药多年，也通商路杖法。所谓高人，不过是祖辈留下的规矩和臣女不敢怠慢的心。你不愿说？臣女能说的都在账册里，每一包军粮，每一份商药，去了哪里，给了谁，都查得到。只要把差事办好，别的朕一概不追究。刚才你差点把我吓死，我还以为皇帝要把我从屏风后面揪出来。他未必没有看见，只是他更想要一个能用的人，而不是一个解释不清的神器。唐姐姐，你现在真的越来越像大唐女 CEO 了。CEO 又是何物？就是掌柜中的掌柜。唐氏唐婉协办军需有功，清避障救伤兵，稳粮道压疫病。即日起受司处令，准以唐氏商协办国储军需，专管粮草药材、庆水急救诸项调度。唐婉领旨。朕给你权，也给你难处。往后国储军需若有差池，第一个问责的就是你。臣女明白，臣女向陛下保证，日后定粮草不空账，商药不空名，军需不空转。好一个不空！东家，从今日起，唐氏真要管国储了。不是唐氏管国储，是国储不能再被蛀虫管。妹妹，我们赢了。是你赢了，你被刺客追杀，被当众质疑，被自己人拖后腿，你都扛住了，我真替你高兴。这场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若没你在镜子里出主意，我顶多是个守着账本发愁的买卖人。若没有你，我也只是守着一家公司往前冲，生意做再大，说到底也不过是一桩买卖接一桩买卖。现在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现在我们能一起救别人了。这枚印也有你一半。那我可不客气，以后大唐国储司的现代后勤顾问就是我了。